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台湾经济正开出一辆让人惊叹的超高速列车？当许多人还在担心景气陷入 K 型复苏，传统产业被科技给抛下时，花旗集团却在最新报告中抛出震撼预测，将台湾2026年的实质经济成长率上调至惊人的 9.9%。花旗指出，第一季 GDP 成长率已飘上 13.7%， 创下近39年新高，且这波复苏正从半导体扩散至传统产业。为什么在央行暂停升息的当下，花旗却预言台湾将在今年12月重启升息？这场史诗级的经济扩张会如何改写资金流向？今天我们带你透过花旗的独家报告，拆解台湾经济的火热真相。花旗指出，在强劲且范围扩大的出口动能推动下，台湾经济正展现强悍的扩张步伐，因此将2026年实质 GDP 成长率预测调升至 9.9%。虽然台湾央行在6月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并乐观认为通膨将在2027年自然降温，但花旗持相反观点，预警随着国内需求与工资压力释放，2027年通膨将反弹至 2.2%。为此，花旗预期央行将在今年12月重启升息。我们来细细拆解花旗做出这项强势预测的底层数据与宏观逻辑。首先是创下39年新高的出口与 GDP 动能。花旗指出，台湾第一季经济成长率达惊人的 13.7%， 净出口为主要贡献来源。4至5月的贸易数据更显示，这股出口动能正扩散至非科技产品。华瑞认为，非科技出口的扩张代表台湾正摆脱 K 型复苏阴霾，科技外溢效应正实质滋养传统产业。这种健康均衡的双引擎驱动，是花旗敢于将全年经济成长率上调至 9.9% 的底气。其次是温和但底层蠢动的通膨压力。花旗指出，得益于政府能源补贴，预估2026全年 CPI 年增率仅为 1.9%。然而，花旗与央行的分歧在于2027年。央行预期明年通膨会回落，花旗却估计2027年 CPI 会逆势攀升至 2.2%。华瑞认为，虽然补贴短期压制了账面数字，但随着经济复苏与工资上涨，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膨将释放。这种延迟爆发将是未来一年最主要的潜在隐忧。最后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重启预期。花旗指出，尽管央行6月按兵不动符合预期，但随着经济扩张与通膨中枢抬升，现行利率显然无法长期压制潜在过热风险。因此，花旗预测央行将在今年12月重启升息。华瑞认为，6月的政策观察期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当下半年数据证明通膨具有粘性，且 GDP 朝 9.9% 狂奔时，为了防止经济过热与资产泡沫化，央行重启升息将是无可避免的抉择。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目前最容易忽略的细节是非科技板块的结构性补涨。大众往往只盯着 AI 与晶圆代工龙头，却忽略了出口动能全面扩散。当传统制造与非科技产业出口也转绿并迎来扩张时，代表这些被冷落板块的产能利用率与企业获利正快速修复。这种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的转变，意味着市场资金蓄水池正在扩大，传统产业的评价重构机会正被严重低估。面对台湾经济高成长与央行年底可能升息的新格局，投资人该如何调整思维？华瑞认为，若花旗的判断被验证，需关注2大核心维度。首先是重新检视资产配置的均衡度，在科技股估值偏高时，适度向受益于出口扩散且估值处于低档的优质传统制造与价值板块倾斜。其次是防范年底升息对高杠杆资产的压力，逐步将配置转向高定价权、高现金流且低债务比率的龙头企业。我们应将每月非科技出口年增率、工资增速以及央行会议措辞作为评估大转型进程的核心指标。总结来说，花旗这份报告为我们描绘了台湾经济最壮丽的成长蓝图。9.9% 的 GDP 预测与出口扩散，证实了这不单是科技业的狂欢，更是各行各业共同迎来的实体复苏。然而在繁荣背后，2027年通膨反弹与12月重启升息的预警，也提醒我们保持理性的防卫思维，看清数据背后的繁荣与代价，才能在波动中做好长线的避险规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